新闻大白话，那么这节我们带你来看看，在我们的邻近国家韩国，最近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么呢，就在戒严令之后呢，没想到现在又发生了多起的重大意外。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济州航空昨天才发生了空难，没想到今天又出包，同行的波音客机在空中起落架故障，紧急折返。那么今天济州航空又有一架同为737-800的客机起落架出现异常，最后决定返航重新起飞，所幸没有酿成重大的事故。不过光是这个东西呢，在微博上又是热搜第1名了。那么昨天这一起重大的空难事件，现在已经找到黑盒子了。那么济州航空的机长呢，大喊 Mayday 求救讯号，求救前5分钟就已经开始呢，在这个发出讯号。那么最后还是坠毁，塔台有警告他有鸟击的问题。机长后续也一直发布了求救讯号，不过客机还是在机长求救5分钟之后坠毁了。韩国的航空专家初步推测，鸟击是这一系列飞机故障被认为的主要原因。但是鸟击也导致了一些问题，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起落架失灵、液压系统故障，甚至呢，它的减速板无法来作用，使得飞机的速度根本没办法停止，没有办法在跑道结束前来做有效的停止动作。而现在济州航空的客机呢，因为疑似鸟击而失事，造成了179个人死亡。专家持续怀疑这个态度是没有见过的。曾经担任航空评鉴网站的总编辑就说，鸟击其实并不罕见，但是起落架出问题也不稀罕。鸟击的频率还很高，但是本身不会导致飞机坠毁或毁损。澳洲航空的安全专家也说，没有看过鸟击会让起落架无法放下的。现在美国也要派出调查团帮助韩国查出这空难的原因，就连制造商波音也来了。那么波音也说他们要来协助调查。我们带你看到是现在波音是不是死定了呢？因为呢，波音发声慰问济州航空的罹难家属，就完全不领情，说不要再讲这些公关的废话了。那么波音公司在 X 上发文说，我们向失去亲人的家属表达深切的哀悼，我们心系乘客以及机上的机组人员。但网友就说了，为什么总是波音？你总是讲一些企业公关的废话。如果你把乘客安全摆在第一位的话，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那么现在波音常常出事，而且偏偏出事的常常都是737-800的客机，像是我们看到接连3天，12月28号荷兰的客机就迫降冲出跑道，29号南韩的客机疑似被鸟击，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严重的航空空难意外。那么今天又有起落架故障紧急折返，全球广为使用的波音的主力战机爆发了多起致命的空难事故，到这个2006年以来，累计已经发生了26起意外，其中10起已经酿成民众的死亡。那么现在韩国是不是真的是多事之秋？因为呢，我们看到了南韩不平静，除了有空难之外，还有戒严令，现在连基金道的大楼都发生了瓦斯气爆。那么伴随着很大的火海，现在是浓烟窜天。那么现在新任的代理总统执政考验，崔相木才上任2天就遇到18年来最大的空难。那么现在他要怎么应对？对于他们的政府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只不过我们来看到前总统现在人呢，尹锡悦在戒严令之后，现在被弹劾了嘛？那么3度违抗传唤，韩国首见申请逮捕现任总统，即便首尔西部法院已经下了逮捕令，也有可能呢，因为总统办公室警护处拒绝配合，导致这整个逮捕计划失败。因为尹锡悦目前在名义上仍旧是南韩总统，一旦警护处拒绝配合，恐怕将是跟公搜处人员爆发物理性的冲突。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韩国的这个空难事件才结束之后，今天又发生了问题，你怎么看？因为如果单纯只是鸟击啊，那只是会造成你那个发动机毁损嘛。对。那飞机还有另外一个发动机啊，而且起落架应该不至于受影响。所以这边不是有人讲嘛，澳洲的航空安全专家他说从来没有看过鸟击会造成起落架放不下来。对啊，还有液压系统跟减速板。所以当然人家就会把它连接到是不是波音又出问题了。我这起落架如果不能放下来，液压系统出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那这种飞机你还敢飞吗？因为我立刻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某个华字号的有这种飞机的，华字号，那也是飞到大陆啊。哦，那反正啊，这个波音一定要尽快要，坦白讲，你要做召回啦，或者是暂时停飞啊。因为上次那个737 MAX 不是一样，中国大陆我记得那个时候停飞了有90几架，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导致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坦白说啊，坦白讲也不止这样啊，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原因，他说起落架没有办法放下来，那结果他机腹着地嘛，对，然后后来撞到一个墙，对不对？然后起火。其实坦白讲，那个机长是开得很好。可是问题是，他最后有一个墙啊，很多人就去比较机场，说济州岛那个机场为什么会有墙呢？对，说很多国家为了要减少，他会做那个，对，他会做不是墙啦，对，就是好像是一个泥泞地带，然后你速度会变慢，对，很多机场是这样设计，多一个阻力这样子。所以简单讲，是有人怀疑韩国那个济州岛的机场是有问题的啦。因为坦白说啊，它有点起火了，可是如果不是撞到墙，也不会大爆炸啊。对，那还有另外一点啊，这个可能要请航空专家来说明，因为如果他发现他起落架放不下去，他可以把油卸掉，哦，可是这个机型好像没有办法把油卸掉，因为它就是因为飞机里面还有油嘛，燃油那个是很容易烧起来的。对。然后又撞到墙，才整个变成大爆炸。那如果他中途发现不太妙，开始卸油了，那至少可以降低那个爆炸的威力了。那还有那个机场的设计本身就是有那道墙在那里其实我觉得那个机长已经尽到驾驶员已经尽到他最大的能力了啦。是这个。可是就还是发生这个悲剧。很多人也在关心说，像我们的松山机场也是不是那么的长。今天是不是交通部就说，是不是未来有这个拦截网的可能呢？我就类似啦，事实上跑道没有那么长不是主要问题了。问题是你不会撞到墙就好了。你可以，因为坦白说，它下来之后，因为没有轮子嘛，对，所以那个时候操作已经没有意义了。它是机腹着地嘛。因为你如果没有轮子，就起落架了，你操纵飞机没有办法操纵啊，所以机腹着地之后就已经注定，就是看你撞到哪里了，就已经是这个状况，所以这个相当不幸的事件了。不过我觉得波音这一型的飞机真的要好好的做全面的检查。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介大使，这个波音现在就算讲什么都会被骂，因为已经是接连3天出事了。介大使您怎么看呢？对，因为这一型飞机实在问题太多了。它过去还有从空中上面直接就往鸟冲，就是说就一路往下降。那因为它的自动驾驶被锁死了，然后呢，后来就很多调查就说，后来发觉它的很多的这种自动驾驶里面的这些电脑程式是外包给印度人去做的，然后印度去做这些程式的撰写人他们都缺乏有关航空方面的知识，所以就变成很多问题。还有说这一型飞机呢，它在这个原料上面也是外包出去的，因为波音里面很多主管都印度人，就外包给印度的公司，然后该用这个钛金属，他觉得钛金属比较贵，就用其他的金属，所以就问题非常的多。所以这一片飞机当时出事的时候，曾经被这个停飞了很长一段时间。要波音给一个说法，结果呢，美国政府就到处给人家施压到最后，人家的政治压力之下，只好开放，让这型飞机又飞，一飞又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交通事故就是坠机事件频繁的这种飞机应该还是要把它禁飞。要不然的话，真的没有人敢飞了。对，像我坐飞机，我常常都会打听一下是什么型的飞机。特别看一下型号。这型我都不坐的。对，要不然我上飞机，我一定拿出来，赶快拿他那个救生筒看。一看，哇，原来是这个空巴，我就比较放心一点
可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位美国的一位很霸道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叫 Lindsey Graham， 有一次在台湾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就当着我们当时的蔡英文就说我的州南卡，我们就生产这个波音的飞机，你要给我买波音飞机。就当时不是说那个翻译还不翻吗？可是问题现在都听出来，问题就事后我们就买了很多架波音的飞机啊。所以你如果说一个公司是靠它的政治权力政治的这些这个力量在卖飞机的时候，你说它还需要它还去讲究品质吗？对。可是问题有些国家就不买啊，对不对？有些地方就不买波音啊，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买呢？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人物来叫我们买，我们就要买呢？所以这个都是问题啊。你如果做生意，今天是搞兄弟茶，对不对？你有没有吃过兄弟茶？那能喝吗？对不对？那兄弟卖的槟榔能吃吗？基本上就是叫你拿钱而已啊。所以波音就这样搞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飞机真的是要好好的，我觉得应该波音要对世界上有个交代，对不对？你在荷兰也立刻出事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同样的这个济州航空又出包，对，又是起落架出问题。对，如果没有起落架的问题的话，这个不会出问题啊。怎么飞机的起落架老出问题呢？而且都同一型的，到底怎么回事？波音要给个说法。而且这个济州航空的这架机型也是有常常飞台湾的班次，所以当很多的台湾观众都很担心。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南韩真的是多事之秋？韩国最近的情况真的是不理想他这个总统最终会不会被逮捕啊？因为他已经是3次拒绝嘛，3次拒绝，3次拒绝到庭去那个协助调查。对，那当然按照韩国的法律，你连续3次，那他就可以申请逮捕令了。那逮捕令一旦申请以后，那能不能有顺利的逮捕，那就涉及到他能不能顺利执法的问题。这个当然就会跟警卫爆发了冲突。对。可是问题是，这个警卫他本身如果阻止执法的话，他本身会不会也要冒着违法的危险？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韩国的总统必须要考虑到他的警卫也是公务员，也本身也不要因为妨害执法、妨害司法而到时候也被起诉。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看起来韩国的情况并不理想。另外，我觉得波音的问题应该要彻底解决因为这一次不只是韩国您刚讲的济州航空的第2架又出问题，荷兰也有，对，荷兰也出了，也都是同一款的，都是波音737-800，那都在同一段时间，荷兰也出，韩国出2架，那难道不应该全面性的检查吗？当然应该嘛。那现在的更多的航空专家已经慢慢的都跳出来说，鸟击是最常发生的事。可是鸟击造成空难是很罕见的。第二个，鸟击基本上不会造成起落架它没有办法下来，因为起落架它是液压的。液压的情形下，你想想看，那个鸟的骨头是那么的脆弱，怎么可能？你说造成发动机故障有可能，但是你说鸟的骨头会造成这个起落架的这种液压的机械原理不能够把它击碎，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的事情，所以不应该是鸟击造成起落架不能下来，而是起落架自己本身是不是有故障，液压是不是有故障。还有就是他们说，为什么减速板飞机在下来的时候，他们的航空这些资深的飞机师，他们都在观察它的下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减速？速度为什么那么快？已经是第2次复飞了，那么在速度怎么会那么快下来？等等，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都需要这个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一个交代。目前黑盒子找到了，有一句说受损，对，可是大家要了解的是，调查未清楚之前，737-800是不是应该要暂时停飞，等候检查？我觉得如果航空公司贸然的再飞，如果又掉一架呢？那这个责任是不是航空公司都应该负起来？还有国家的民航局是不是也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为了所有的乘客的安全，是不是应该不要考虑到美国的政治压力？应该考虑到你的乘客的安全，才是你第一个应该要考虑的事。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更多的国际焦点。
大白话，那么这节带您看看中美的关系接下来会怎么演变。我们现在你看到一件美国的大事，那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卡特过世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100岁高龄逝世。那么在新冷战的局势之下，他留给美国的最大遗产。那么作为冷战时期存留到现在的最后一位领袖，卡特创下了很多纪录，他是史上记载最长寿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个跟中国建交但任内并没有访问过中国的美国总统。那么其实呢，他过去是怀抱了中国情节跟大陆来建交。那么我们先对您插播一个最新的讯息，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个最新的画面，这是在台北北院呢，在陈佩琪以及黄国昌的陪同之下，柯文哲已经凑齐了4000万，如今再度交保出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民众党的议员、立委都陪在旁边。那么一袭白色外套的柯文哲，目前是步出了台北地院，在他太太陈佩琪的奔走之下，这4000万目前已经凑到，也让他顺利交保。不过接下来会不会再提抗告，我们将会持续为您掌握。不过再带你看回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的准总统川普说，吉米担任总统的时候，他所面临到的挑战正值我们国家关键时刻，他竭尽所能改善美国人的生活，所以大家都欠他一份谢意。我们现在你看到1979年1月底的时候，邓小平访问美国，还有特别去看卡特哦。1999年3月30号，卡特在台湾的时候，还有会面当时的前总统李登辉。卡特在那期间促进了中国跟美国的外交关系，是一位有中国情节的总统。他从小对中国着迷，卸任之后几乎年年访中，会见中方领袖，所以江泽民还曾经称他是一位老朋友。那么现在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就说了，如果季辛吉访华是破冰之旅，打破了1949年到1971年20多年来中美不互相交往的关系。尼克森的访华相当于打开了一扇窗，而最终是卡特总统把门给推开了，可以相互的来瞭望。没有哪一位美国领导人在离开岗位之后，还跟中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也因此还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击人。只不过现在他们铺了这么多路，会不会中美的大门又因为川普而关上了呢？川普不耐传统的外交，盼与中国领导人直接沟通，北京现在很难接受美中的沟通管道，现在就担心会不会因此而中断。我们带你看到外媒报道，大陆官员试图来接触这川普团队，但川普只说我们只愿意跟高层来进行对话，无意透过正式的外交管道。美国要脱离既有的沟通模式，大陆就没有办法来接受了。根据《华尔街日报》说，川普就职之后不打算延续现任总统拜登跟中国政府建立的20多个官方对话管道，理由是因为川普这是北京将华府卷入无止境对话的方式，对美国来说，他觉得是没有帮助的。只不过现在要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中科技战了。稍个不提，现在辉达是不是就成了祭旗的对象呢？你看，美国投资研究公司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如果美中科技战持续延烧，辉达、美光、英特尔、高通这些领先的企业都会卷入这一场美中贸易的战火，那么会面临到很危及前景的监管跟市场挑战。报告还说了，尽管相关的政策符合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却扰乱了半导体供应链，加剧经济紧张。有鉴于美中冲突的不确定性，恐怕会波及它的收入来源、供应链，甚至是投资人的情绪。而我们持续带你来看到，现在华为是不甩美国，建立了一个30亿的园区。那么呢，华为呢，他们发布了一件北斗鸿蒙安全1月3号的2点40将要享受10周年的一个新机即将登场了，甚至他们还推出了 Mate XT 的 Ultimate 的18K 黄金版，这个重量有多重？有1公斤这么重。那么售价超过美金10万元，你可以看到。他们又推出了一款新的定制款，而且这款的外壳是完完全全由黄金打造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它价值超过10万块钱，这款设备是专为一些美国的超级富豪来量身定做的限量版，所以网站上你是找不到的，因为你不够有钱，你恐怕是买不到。那么华为现在投下30亿，增资了东莞的新基地。随着人形机器人需求的增加，华为公司决定要增资30亿元，在东莞建立一个生产基地。用于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跟生产，新建的内容还包括了研发大楼啊、厂房啊、配套措施。这个大有多大，你知道吗？竟然有
80个足球场这么大。好，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美国的前总统卡特过世呢？这个卡特当然是他有强烈的道德观正义感，所以基本上敢言美国政客不敢讲的话比如说他公开承认美国是2战之后侵略最多国家的国家嘛，他讲过这种话所以我对这个川普竟然这么谦虚的来对卡特过世致这个词，我感到非常惊讶很意外。对对对，因为卡特强调的政治人物该有道德，要有正义观，这个刚好是川普所没有的。川普要的就是美国至上美国人都要来给我美国好处要来朝贡。卡特显然不是这样理解这个国际秩序那当然，台湾对卡特特别有意见因为就是在他任内完成了这个美中建交嘛我记得他有一次来台湾，对，那吕秀莲副总统就当面特别去听当面质问，说你是不是欠台湾一个道歉他当场不认为他需要道歉，那个场面很僵我还记得，应该很尴尬我就吕秀莲副总统在现场，对，当然那个时候他也卸任了，就直接这样问坦白说，我认为如果不是尼克森碰到了水门事件搞不好尼克森第2任就已经建交了。事实上就是因为他碰到水门事件，不然这个就是尼克森他的志业了。他打开中国之门嘛，哪里知道你1974就爆发洛克希德案，所以只好匆匆下台所以后来就又爆发了一点曲折因为洛克希德案就使得美国对总统想要隐匿的一些事情，那国会就做了一些限制所以一切都要这个透明公开就使得很多外交就停住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卡特只是你不能够说他特别有中国情怀啦，他只是在完成美国2党都已经有的一个共识，那最后走到了一个结论对这样你如果要怪，你应该去怪尼克森他开了门那卡特是完成了建交嘛那当然那个过程，因为坦白讲，我后来看了一些回忆录啦，卡特要跟中国大陆建交，只给蒋经国7个小时。他早上9点要宣布嘛，那半夜2点才透过宋楚瑜紧急到七海那边去告知蒋经国，所以蒋经国非常的生气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安克志嘛然后去跟蒋经国做报告只给你7个小时，所以从这里我觉得民进党自己要想清楚了。美国这种国家，当他要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然后决定要抛弃某些老朋友的时候，他只给你7个小时，这是真实的状况。那尼克森去打开中国之门，基辛格去做那个秘密外交。巴基斯坦肚子痛跑到大陆，整个过程我们也都不知道所以日本人还觉得这个叫越顶外交所以后来日本抢先，田中角荣就跑去跟中国建交了，抢在美国那结果美国非常不爽，后来就洛克希德案把田中给搞下来，这个就是坦白讲，这个就是石破茂了因为他是田中角荣的门生对，那田中角荣未来是会做出触怒川普的事我们拭目以待。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觉得川普接下来上任之后会为美中开启大门，还是把门紧紧关上呢？我觉得川普比较相信这种上层的沟通，他根本不信任下层的。对，下层呢，他认为都是反他的，他现在要好好整顿他自己的下层呢，还让下层出去跟人家沟通对不对？他现在每天磨刀霍霍，他 FBI 的人也是，他的国防部长、他的外长、他的这个什么还有马斯克这些要这个美国政府要怎么叫 dog 嘛，是吧？
就是说要裁员嘛，就是要减少开支啊。对，所以美国川普基本上就是皇帝心态了。对，下面那些人他又不信任，他还没有掌握住，通通给你停止，不要乱动，都是我一个人出面就好了。哎，中美关系就是我个人跟习近平2个人的事，这是他的心态，不只对中国啊，对全世界都这样啊。你以为今北约以后还有什么会好开的啊？北约不被川普给他退会就都不错了。那日本、韩国，日本求了半天，最后还是要川普一个人点头啊，说好吧，那就石破茂来一下好了，那我跟你见个面，对。那韩国的下面这边哇，什么外交部次长什么啊，终于通上话了，然后要怎么样跟美国保持？你看川普有吭一句话吗？通通没有啊。对，现在都要想要办法去跟他见面，对不对？到他的海湖山庄，到最后都是怎么样？都有钱人才去得了，没钱的都不要来啊。政府官员他选得上的点几个名，长得漂亮的啊，梅洛尼来一下，对不对？就这样而已啊。他是一个非常独裁霸道，然后呢，皇权思想极重的，哎，所以这个是正常啦，我觉得。不过卡特啊很有趣，美国人封他为什么？就是说啊，这是美国最好的一个卸任总统。就是他卸任以后表现非常好。卸任比在任表现好。对，他卸任还得到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啊。然后他天天他最喜欢做木工，对，天天在那边盖房子，盖了数千栋房子，哇！而且盖到80、90岁还在盖。然后呢，他非常的活跃了，他也成立了一个卡特中心。可他在任的时候啊，因为他的那个口音很重，南方口音啊，对。然后他跟华府没有渊源，华府欺负他，欺负得很厉害，觉得他是个种花生的农夫啊，什么都不懂。所以呢，他真的蛮惨。他的这个人权外交也是他提出来的。是。可是呢，我觉得他利益甚善啊。可是后来变成怎么样？后来到了那些老奸巨猾的美国总统的时候，就拿来干嘛？就煽动世界革命。那颜色革命就用他的这个人权外交的原意来煽动各地的怎么样，推翻各地的反美政权。所以这个不是卡特的原意啊，他是比较天真一点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华为要花这么多钱打造一个新元器？对于华为来说，他当然他要强调的就是说，在这个高档这个部分引领时尚，对，它是在全世界它是最顶尖的啊，所以我觉得它这是一种形象性的产品并不是实用性的产品啊。例如说，我们看到三折机，对，其实三折机你会发现，就是说它就是一种形象性的，就是说我的价格就这么高。然后目前来讲，你看拿三折机人，他就一定要想办法炫耀一下，说我是皇帝诏爷啊，就把它拉开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是2折机嘛。但是三折机，刚刚把手机给，我以为他要秀一下三折机，结果他是秀2折机，不够的哈。三折机一拉开的话，它就是一个300。哎，其实那个荣耀跟华为是差不多啦，是兄弟公司啊哈。不过我还是讲一下川普了，我觉得川普他想建立元首引领的一个外交关系，对但问题就是你是普丁吗？你说的话可靠吗？可信吗？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川普你要先做好这一点哦。我举个例子来讲，2013年习近平上台嘛，他在2013年到2014年1年半的时间，1年半哦，2位领导人见了8次面，这个破纪录哎。对。然后他在10年内哦，就是从2013年到2023年，中俄的2位领导人见了42次面，然后在去年1年也见了3次面，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元首引领的外交本来就是习近平他要推的，可是他要求的是说你要说话算话，你要言而有信，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那问题就在于，拜登已经把这个美国的领导人的信用已经搞得破产了嘛？因为每次跟你讲都没用，你每次跟我讲完了以后回。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要带您讨论一下国际局势。那么加入我们这节来宾，包括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谢大使午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带大家来讨论一下其实今天呢，要带大家来看到是现在绿营是不是有一点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网红就揭露，超过10万的台湾人已经领了大陆身份证，陆委会急跳脚就说要严查。他说呢，少数有心人士切勿以身试法，国人要注意喽。按照现行法规，台湾民众如果你取得大陆身份，你台湾户籍就会被注销，丧失台湾地区的人民身份。陆委会谴责中共相关部门不要再借着所谓的交流民意，破坏台湾的安定跟分化台湾的丑陋举措。那么现在申领中国身份证是不是真的会注销户籍？官员说，依法落实单一户籍制。两岸条例规定是单一户籍，台湾民众入籍中国或是申请中国身份证，可依法撤销台湾户籍。你不要以为办了不会有人知道。而现在呢，陆委会也祭出反制惩毒22条。邱垂正说，进入涉台系统一把手雷台湾，抗议引发两岸人民对立，增添附录风险的措施。现在呢，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说了，他拒绝发给这些涉台系统一把手雷台许可，这也是尔后审查申请案件的原则。而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来到了51.8%的台湾民众支持台湾独立。游盈隆说，希望永远维持现状恐怕是一个谎言了，因为现在呢，只有13.3%的人支持两岸统一，24.2%的人维持现状是比较支持的。那么如果照这样子看来超过一半的人都希望台湾独立，那不是对于这过去都推动务实台独的赖总统来说是情势大好吗？为什么不就此这一波实行他的台独理念呢？我们接下来带你看到的是，其实现在包括了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似乎也是希望来改善。你看呢，这日本的首相石破茂表现他想要到中国访问的意愿。那么他说，必须保持稳定，无论怎么说都是邻近的国家，我们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探索彼此的利益。只不过，这个日本的外长质疑谈话内容被中国大陆修改，已经跟北京提出了关切，但是双方似乎也是没有撕破脸。这件事情就是好好的讲说，我们表达抗议，希望你们可以赶快改一下。那么凤凰卫视也说，不应该有反日，但是也不应该有厌中。独家专访日本的外相。那么严乌义他说，日本不能重蹈覆辙错误的国策。他说，中华文明是亚洲伟大的文明，你看像是汉字啦、行政制度啊、宗教，都是从中国学来才有今天的日本。所以他认为呢，自己是田中角荣先生的弟子，始终认为他们必须要继承田中先生实践日中邦交的理念跟精神。我们稍微帮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田中角荣先生呢，他就是促成中日建交的关键人物。那为什么现在日本要把调子放软呢？是不是跟经济很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外务大臣在北京宣布，已经要大幅放宽中国人到日本的签证了。日经也说，中国打算提早到2025年的上半年，就让日本的水产重新来进口。会不会是因为睽违4年，他们看到了澳洲龙虾重新抵达了上海，结果第一批都还没落地，不好意思，已经卖光光了。好，我们再带你看到是解放军现在的动作也很多了，像是空警3000将使用主动式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性能将优于新一代的美国空军17A、气尾鹰跟海军12D 的鹰眼预警机。就连海军的四川舰现在也正式出坞了。那么该舰呢是设置在双舰岛式的上层建筑跟全纵通的飞行甲板，创新的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的技术，可以搭载固定翼的飞机啊、直升机、两栖装备等等。那么现在将进入下一阶段的西装跟这个调试的工作。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现在网红说有10万人哦，已经在领这个中国大陆的身份证，陆委会好像动作蛮多的。我不知道这个网红对大陆制度是不是了解了？居民证、定居证，这叫身份证吗？拿中国的身份证有那么容易啊？中国大陆，我们陆委会也讲白了，你如果真的拿到中国的户籍啊。那你台湾的户籍就会被取消。对，我们陆委会公开讲过啊，所以据我了解，他们事实上大部分都是去拿定居证就是你如果在大陆常常生活，那你拿到这个证只有福建省有啊，是只有福建省那
你就可以，比如说这个要那个订机票啦，或者是那个捷运的高铁的票，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凭证啦，你不用到现场去换啦。等于就生活上有一些网络上就可以便利啦。那这个坦白说了，就是我们陆委会也觉得要去给人家限制拿这种东西也不太好，因为我们有很多那个台湾民众就住在大陆啊，那他又不可能去申请大陆的国籍，也不可能有什么户籍，那可能他生活上需要用啊，所以我们陆委会就也没有特别去办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这个比居民证更高一点嘛，可是它不等于户籍啦。对，我们陆委会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可是你要逼人家怎样？所以你在大陆不能有这种东西，那个又不是户籍，也不是国籍啊。那所以我说陆委会听到我们会严查啦啊，因为那个网红因为他不懂，他说是身份证嘛。其实是居住证。那陆委会不是居住证，比居住证更高一点。居住证早就有了啦。对，是最近福建专推的那个。那我们一般把它叫定居证啊。是，就你常去了，常去了啊。居住证早就有了。那这个坦白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啊，而且据我了解，你可能它虽然不完全等于大陆的国民待遇啦，可是有很多东西都比照了啦，比较方便这样。对，都比照了啊。我甚至还认识一些人都是老人，那因为他要去大陆的养老院住啊，那个要花钱的啊，让他觉得因为大陆的那个养老院有的都盖很大，他根本就住在那里，根本就住在那里了啦。啊，他身上总要有个证吧，不然你在大陆怎么生活？你要交通啊，干嘛啊？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了啊。那有一些是要去大陆创业，那在办各种环节啦，行政的环节会比较方便。可是大陆也知道台湾这边不准有户籍啊，所以他也说那个不叫户籍。那你说那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坦白说了，你去检举这个真的是很奇怪，而且这个就只有福建省有，其他都不行啊。所以我说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台湾自己要定个调啦，就是允不允许我们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有这个证啊？可是你不要把这个等于户籍啊，它不是户籍啊。我知道现在有这个证在福建省做活动的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就他常住啊，可能生活比台湾便宜啊。福建省有很多地方还是很便宜的然后有的就是根本就住在养老院其实那个不是养老院，那是一个很像一个园区这样，是不是？一个村啊，一个有点类似给老人住的一个老人社区这样。主要是因为里面有医疗设施啦，你看病啊比较方便啦所以其实我还认识一些人真的就住在里面而且这个我想陆委会一定知道啦，这个也不用8·9你去讲啦，说实在的，我保证邱垂正一定知道，他常年在金门，他怎么会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两岸是不是有一些是为了民众生活便利，然后有的一些身份可是这个没有扯到统独也没有扯到你认同哪一边对，基本上是没有了那这个邱垂正自己去定调吧我想他非常清楚了那时报报，其实最近日本跟中国大陆互相示好的动作蛮多的。对，你看他那个外长对中国大陆讲话讲到这样那承认日本的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中国，什么伟大的文明国家啦，等等等这种语言在岸田阶段是没有听到的那事实上，目前就传出王毅明年2月要访问日本，那可能会邀请石破茂访中做高峰会事实上，中国大陆不只对日本这样，事实上，如果不是韩国陷入一片大乱对，事实上尹锡悦本来也有机会去访中的啦那
这个就看到中国大陆现在事实上是对美国的诸多盟友国家啦，事实上都在做放宽，然后示好的一些动作，大概这样。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介大使，因为现在日本动作那么多，很多人都认为是不是经济层面的考量，包括了赴日签证，包括他可能也看到了龙虾卖这么好。我觉得这个是代表日本的两派人。日本一直对，就是说他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发展方向啊，还有身份定位啊，他们是有两派人，一派是全盘西化，一派是做亚洲的一部分，跟他的历史啊比较有深的连结啊，一直都有这种争论。而且当然就是说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是要做什么东亚的主人呐，他的大东亚共荣圈呐，对不对？那他是想要把中国吃下来，所以他也没有说跟西方就完全倒在一块。那就是说，问题就是说，日本本来这个认同就飘来飘去的。那二次大战以后，事实上的话，它是被美国强制占领，到目前为止都是被美国强制占领。那是美国的一个怎么讲？被美国完全军事控制一个国家啦，就这么讲。那所以事实上，日本里面也有对美国的军事占领是不满的。石破茂就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个他的外长也是一样，他们都是田中角荣的学生。那日本人不要被这个美国人这样子的宰制了。那他们事实上在冷战的那个结束的时候，日本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在两边飘，就日本一直要做西方帝国主义的鹰犬呢，还是中方这个儒家思想这个文化的干城呢？这日本一直有这两派人在飘的。那所以现在石破茂这些人代表的是什么？中日亲善，然后美国外来者，对。那么地理决定这个国家的定位跟这个怎么讲命运，所以呢，他是比较说穿了，我们要不要亲不亲，或者说仇不仇啊？他基本上他认为日本就跟中国大陆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这个邻居关系是永远存在的。而历史的渊源文化的这种渊源，那也是切不断的而且也是无法否认的。所以它是意识形态，不是短暂的这个经济利益。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外长基本上就讲了，他说人家问他说，那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就日本人有事，你怎么看？他说我宁愿台湾无事，对，最好是台湾无事。然后他说。台海的问题最好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他只有这个立场。这个已经跟安倍晋三的那一派说法完全背道而驰了。台湾有事跟日本就无关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今天日本代表的是这一派人取得了日本的政治主导权，也就是说，日本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正常的原因是因为被美军占领。事实上。根源就是被美军占领，那要回过头来，按这个石破茂讲法就是说，那我们也可以派军到美国，这样子才平等。那他不是派到美国本土，他说派到关岛，对他这个意思，他就是说我要跟你美国取得平等地位，摆脱美国军事占领的体制，日本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中国大陆对日本。不构成威胁，而且他也说，事实上，现实主义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大陆的军力来讲，已经超过日本，日本也没有不要保存你那个二次大战以前的那种心态，包括这些我们台湾有些崇日分子把日本看得太伟大了。石破茂看得很清楚，日本今天军事上不是中国的对手，他就采现实主义，而且。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关系，对日本的、对中国的看法，不会说把中国看得那么软脚虾，他们是比较有学识的，所以他这样看法，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派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不一样，对日本的定位也看得不一样。那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能够持续多久，对不对？那过去春山富士还有日本的这个好几位首相也都是这一派的，可是呢，日本就是摆荡。那现在就看这个石破茂他能够掌权多久。如果掌权的久的话，中日关系可能根本上会做改变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问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解放军最近的空警3000到底有多强？空警3000当然不一样的，因为
它是以运20作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空警3000啊，它的滞空的时间更长，然后它的这个飞行的距离更远啊，而且它本身的侦测能力更大，它对于这个 F-22这个 F-35他们本身的这个侦察能力，尤其它是对隐身战机的侦察能力，它是更强大的。它本身可以装载更多的这个情报分析人员上飞机去了解整个空域，它的看的面积更远，它支援这个空域的作战，它的作战能力更强，它还可以指挥无人机的一个战斗所以我觉得这个空警3000对于大陆来讲它本身已经是另外一个分水岭了。也就是说，过去大陆的空警它本身用的是俄国的运输机做基础的，那现在是用自己的运输机做基础，所以而且这种是属于大型的运输机，比美国还要超前了。所以我觉得大陆的本身的空军跟海军的发展，那都是已经不一般了也就是说，不再只是追赶美国，事实上已经在若干的领域超过美国。例如说，这个空警3000就超过美国了。还有就是像您刚刚有提到的四川舰，对076，它也超过美国，因为它的吨位比美国的2栖攻击舰的吨位更大。它本身的电磁弹射是美国所没有的，它的拦阻手是美国所没有的，而且呢，它是全世界第一艘，它可以作为这个无人的舰载机，而且它本身也可以作为有人的舰载机，所以它的功能性质其实比美国现有的2栖攻击舰跟日本的2栖攻击舰，也就是所谓的春云号的战舰还要更强大。这个都是中国的大陆的海军的作战能力跟空军的作战能力已经又到了另外一个世代这个美国的压力很大，因为美国能不能赶得上？因为原来美国是领先，那现在中国大陆不但是追上，而且在若干的领域中已经超越了。我们强调是若干的领域，并不是全面性例如说，美国的航母它还是具有领先的地位，它的核动力航母10万吨到12万吨的这种大机量的这种，它还是有领先。但是在其他的领域中，中国大陆已经在超越了。例如说，建造的总量，中国大陆已经超越了不过我个人倒觉得说，刚刚曾亮有提到的有关于居住证的问题这点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在大陆他们很多的时候用的都是实名制，例如说他们的高铁啦，他们很多都是实名制。那如果你用台胞证，就很不方便。为什么？因为你在大陆搭高铁，你用台胞证，对，没有连线，所以你还要到这个港澳台的这条线上，而且还要再做一次的身份确认验证这样。可是如果你用这个居住证的话，它的码的编码就跟身份证的编码的数字是一样的。那你本身如果你是常住在大陆的这些台商或是留学生或是什么，那你本身你就申请这些的话，你直接网上，然后你通道就很方便。所以它不是身份证我觉得这一点不要弄错这一点把它混淆了。这个对于我们在台湾在大陆工作的这些，或是读书的或是常住的这些眷属，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我讲这个网红还是要弄清楚，这样比较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